我听到小美喊道：我们到宿舍楼了，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。我刚要睁开眼睛，却意识到不对劲，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块往宿舍楼走。要是真的到宿舍楼门口了，我肯定能听见进出宿舍的机器刷脸成功的提示声，但此刻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真到了，真到了，酱汁，咱赶紧进去吧，这马上就要10点了。宋妍和小美都在焦急地催促我，我则没有理会他们，继续往前走。酱汁，你要走到哪里去？为什么你还要往前走？我听到他们大喊：酱汁，停下来，睁开眼睛吧，酱汁。刚开始，他们的声音还能维持正常的属于人类的声调，但随着我越往前走，那声音里夹杂着的恶意就喷涌而出。又走了不知道多久，我终于听到了其他人的脚步声，还有说话声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回到正常的路上来了。我猛喘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宋妍和小美都在我身边，我这才微微放松了下来。这时我听到了一声猫叫声，是从旁边的草丛里传来的。学校里没有猫，请不要相信小猫。我牢记这个规则，但脑海里却有一个蛊惑的声音在告诉我，去摸摸小猫吧，谁能拒绝小猫呢？我无法控制地往草丛里走去。这时一个女生比我更快一步走到草丛里，下一秒她的身影消失在了草丛里。草丛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很快女生的脑袋从里头探了出来，我一阵汗毛直竖。女生的脑袋出现在了一个猫的身体上面，对着我发出尖细的猫叫声。我心脏直跳，不忍地移开视线，我的余光瞥见了一抹红色。小美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戴上了一个红色的口罩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宋妍也发现了不对劲，她哆哆嗦嗦地说道：小美，你的口罩。小美愣了愣，她低下头看了眼自己口罩的颜色，喃喃自语道：什么时候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是刚刚有人说要和我换口罩，我就给他了。小美说着说着，声调却逐渐变得阴冷下来。她去撕扯自己的口罩，但口罩像牢牢地吸在她的脸上一般，怎么也扯不下来。终于我听到了一丝皮肉分离的声音，口罩被小美硬生生地扯了下来。她把口罩递到我面前，阴冷冷地问道：要和我换口罩吗？我瞳孔骤然一缩，她手上抓着的哪是口罩，分明就是她的脸皮。我心跳陡然激增。小美，小美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她又抬头望了眼宿舍楼的方向，最后我听到她发出了一声长叹：回不去了啊，酱汁，我们一开始就忘记了一件事情。小美突然靠近我，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凑在我耳边说道：我都想起来了，小心宋妍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下一秒小美跌跌撞撞地往操场那头跑去，我想要去追，却被宋妍拉住了。她颤抖着说道：来不及了，只剩下1分钟了，小美她没救了。我看着宋妍，小美说的那句话却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，小心宋妍。